亲爱的主耶稣，就像当年你到旷野祷告，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能够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旷野，我们期待来与主相遇，我们期待主，你要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话，也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回应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求神，你的灵在这地来运行，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心全然的来转向你。求你使用你的仆人，将你属天的灵粮来赐给我们，赐给我们那饥渴的心灵。因为你赐下的饥渴不是无饼无水的饥渴，乃是人心里缺少耶和华的话。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就求你在我们中间得你当得的荣耀。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要介绍讲员，我想其实今天的讲员很好介绍，应该不用介绍，大家都认识。2年前跟于牧师，然后2年中间有几次的接触，也有这一路我们一路有很好的这个交通。我印象中的于牧师是一个为人极其谦和，而且在神的话语上很有精深的认识，也是在我们华人界造就了各地方的我们华人的弟兄姊妹。而且于牧师还非常的幽默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于牧师的这个背景，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话。那于洪杰牧师我们知道他自幼年就多次经历手术，对于生命的意义有很深刻的体会。79年初赴美研究所求学，毕业后于西谷在电脑工程界工作有10余年。91年蒙召全时间侍奉主，93年开始创建了位于加州的西谷基督徒聚会，并在该教会任牧职，一直到今天。2008年成立香柏木培训中心，是一个以建造神家领袖为宗旨的神学培训机构，学员遍布各地的这个华人教会。那于牧师非常重视生命的晋升与门徒的训练，尤其对圣经有着发人深省的启发。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于牧师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欢迎他。我不是要看我自己我是要看那个荧幕。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的 iPad 反而有时差那个很高兴这次主再给我机会能够来到芝加哥这一带而且我们教会的中文部牧师任约瑟牧师跟我一起来，那我也代替你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谢谢，请坐。那任牧师原来在乌干达做宣教士做了6年，然后6年前是吧？来我们教会，现在是我们中文部牧师。那于师母也叫我问候大家他跟我前一阵子我们在亚洲在台湾、中国还有韩国刚服侍完，所以我前天从韩国直接坐飞机过来，那昨天傍晚到这里，那今天早晨就是时差老是睡不着，所以我4点钟就4点02分起床下床那所以万一你们等一下看到我睡觉的话，多包容
因为黄立夫老师有一次看我累成那个样子，他就说：“我先跟你讲个笑话哈，那个跟你打打气。”因为我那天早上在北卡的Greensboro 讲完道，被他们运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讲道。他看我那么累，他就说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在讲道醒过来发现他真的在讲道我就跟他说：“我说黄老师，你不用担心我在讲台上会睡着。我说我只会把别人搞睡着，我自己还没搞睡着过。但是今天是真的累得够呛的，因为一直睡不着觉那中间补了个20分钟所以现在这个脑筋希望能够清楚的能够把我要讲的信息讲出来。那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芝加哥因为我来到美国40多年，这是我第3次来芝加哥，算是很少来的而且我几乎等于是不到1年内第2次来，对不对？我去年底刚刚来过所以等于过去上一次来是2006年芝加哥福音大会的时候，我来到这边过，所以很少来北边那这次非常高兴看到华西牧师，我们常常为他祷告，知道他身体不好。那这次居然发现牧师师母也来了，我心里非常非常感动。那知道神在这边，在你们2个教会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恩典那我也求神继续使用你们在北边我觉得各地的华人都很需要复兴因为我觉得我们前面面对的这个世代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场征战。就是如果你没有警觉到要来的征战的话，没有预备好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就是有相当艰辛的路要走。我常常想到我们的下一代，或是将来后代的子孙，如果主不回来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去面对你过去几十年整个世代的改变可以说是用巨变来形容从互联网开始出现，过去这30多年已经不得了了，现在 AI 又跑出来了所以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 Are you ready for 这个面对 AI 这个世纪？讲的都还不是科技上的预备好了没有，我是觉得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上我觉得很多人还不够警觉，也没有想到它可能会对我们、对教会、对人际关系、对我们基督徒该扮演的角色等等，可能会带来多么严重的伤害虽然它在技术上真的是很方便因为我自己也是 IT 出来的看到现在的 AI 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可以这么快速的做到过去那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任何一个人现在可以有5个到10个秘书帮你处理很多事而且速度快得不得了，资料多得不得了。那我们说预备好了没有，都还不是这些方面，而是我们在属灵的力量上，在神在这个世代里面要我们教会做的见证上面，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的话，其实是不堪一击已经很多家庭、很多教会已经在面临这些挑战，就连传道人，就连服侍主的人，也很可能在 AI 的面前，我们有很多的妥协用他帮你搜寻、帮你写的讲章、帮你提供的资料，而取代了我们膝盖跪在神面前的祷告，取代了我们对圣灵该有的认识，也剥夺了我们很多跟主之间该有的 quality time所以这一趟来，虽然我讲的这个信息跟这个张牧师、张师母吃饭的时候，我说其实我这几个问题，我第一次讲的时候是在1990几年我在上海讲的那隔了20多年，我中间偶尔在某些地方讲过。当我再回想这几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太重要了。我当初定的题目叫做“新造生活的再思”那当然主题经文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个4章17节大家都很熟对不起，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我相信我们都很喜欢这句话
啊，那尤其犯了很多罪的人更喜欢这句话啊，因为巴不得赶快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不对？啊，常常就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提醒自己，我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是新的。当然，从某一方面是可以这么应用哈，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永远有 second chance， 永远有新的机会，永远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在提醒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子脱离旧我哈，这个不光是旧历史要过去，连我这个旧人、旧造的生命啊，我所有的生活方式、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优先顺序，我统统都需要被主来更新，不然的话，我永远都还是活在旧造里面。那我就很难能够进到一个新造的境界里面。活出神所要我们活的。那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活出神所要活的都是指的要求啊，其实在神所有的要求背后都是祝福啊。那当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我那时候常常问神一件事情：这场仗这么难打，拖这么久，我说神啊，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啊？那当然，那时候神回答我的问题是用弥迦书啊，这个大家都很熟的哈这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但是那个时候跟着这句话来的一个让我里面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神所要的其实是神要给的。神向我们所要的，其实是他要给我们。那我们以为说，哎呀，神的命令、神的律法、神的要求，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天天都是很多的事情压在我们身上。其实神跟我们所有的要求，都是要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他所要的，其实我们不能 afford， 我们根本做不到。你可以立志行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但是神没有叫我们停在这。他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从来不妥协 ，never compromise， 所有律法的意义是要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神的律法还是要成就的。那么神向我们所要是要叫我们先认识我没有，然后我才会谦卑的真正转向救主，而让我经历到神在基督里把这一切都要给我们。先不要讲别的，光讲圣洁就打倒了所有的人，对不对？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必须圣洁。但是你想，有哪一个人敢说我是圣洁的？罗马书3章已经说过，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讲我殷勤，我相信很多人会说我们是殷勤的人；讲我们有爱心，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很有爱心的人。但是当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圣洁。但是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他要把他的圣洁给我们。那圣洁可能太高了，那我们讲爱好了。阿嘎培讲爱，爱是永不止息。你看多少人结婚？哎呀，我证婚不知道证了多少次。那我平常会有5段的经文，让新郎新娘自己挑哈。那挑最多的其实还是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我们都会背，哎呀，唱的都喜乐的不得了。做得到吗？光第一句话就要人命，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刚开始都还有忍耐，到最后都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哈。你也不要这个样子的一直欺负到老娘的头上，我们受不了的。那更不要说底下一共16条。但是我后来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当神那样子开启我说神所要的是神要给的，所以所有这些命令都是神应许的清单，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不然圣经上为什么要写出来？如果我们永远做不到、活不出来，为什么要写在圣经上？那神不是强人所难吗？所以神写出来，当我们立志行善的时候，发现我做不到，而这个时候我降卑，
我承认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我转向我亲爱的救主，而这个时候发现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一切。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一切的要求都是在新造里面才可能达到。圣灵的果子一样，你怎么样子学努力，你发现很多的果子是我们装饰过的哈。那我非常喜欢一个年长的弟兄，他被主接去了。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他从小父母亲跟他住在埃及，他就讲到以色列，讲到耶路撒冷，他心里就澎湃，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信了耶稣，他们全家搬到英国，那他成为一个全时间侍奉主的人。在英国那时候很早他就很有名，很多的 VC 很多的信息系列的信息他叫 Lance Lambert 弟兄，兰培德弟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他。那我到以色列地去参观的时候，1994年，他亲自带队他圣经熟得不得了。那么他在英国，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母亲才告诉他说：“你是犹太人。”我们一直没告诉你。哇，他激动得不得了。我长话短说，他马上搬回耶路撒冷，就一直住在耶路撒冷一直到他见主。那他讲到圣经非常熟，然后他很幽默他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都在停车场忙着做2件事情一个是喷香水，一个是挂果子。那我们刚开始听不懂他说，因为哥林多后书呢，你讲到这个，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对不对？所以要进教会了，赶快喷一喷开始在那里擦香水，然后圣灵的果子拼命往身上挂。你很可能在车上才跟太太吵了一架，一进到教会，看到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哎呀，你好吗？哎呀，耶稣爱你你怎么这？那个，所以你另外那一半看到你就恶心觉得受不了这个家里面是一个样子，来到教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那里讲，他说我看到我父亲是长执会主席他说对不起万一有长执会主席你他说我看到我爸爸在台上鼓励弟兄姊妹要读经，要祷告，要有灵修。他说我就觉得恶心，因为我从来没在我家里面看到我爸爸读过圣经。他回到家躺在沙发上就喝着啤酒看着电视，可以几个小时泡在那里。他说他在台上跟在家里面完全2回事。施福珍弟兄也说他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因为他们教会很大，轮流站讲台。他说他一站在台上，底下的弟兄姊妹都希望他永远不要下台，因为他在台上太像耶稣了那么温和，那么好。当他一下台以后，弟兄姊妹就会觉得这个人再也不能让他上台因为他在底下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活在新造跟活在旧造差太多。那我们不见得存心装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真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醒悟，跟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被神开启。当我活在我老我里面，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因为人总是有修养的，人总是有人生经历的学乖了，学好了，长进了我自己也觉得我是一个很认真追求长进的人。我很多地方我都觉得我一直在长进，在长进。可是当被神光照的时候，就发现在基督里跟不在基督里，在旧造里跟在新造里，这是截然不同的境界，而且截然不同的性质，截然不同的结局。所以这次跟大家讲这个题目，这个新造的生活这个新造生活的债师那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新造的人，也都在过新造的生活。但是我愿意从圣经里面的几个问题那我提的4个问题，那任牧师也会补一个问题。其实你要再找还是可以多找几个，但是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问题。这个
我们很容易问别人问题哈，我们以前从小在台湾长大，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你家爸爸哈，就是你吃饱了没有？看来你们中间台湾人真的很少哈，不太有人笑，因为我的台湾话不标准啊。那后来我开始跟越来越多国内出来的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我说那你们最常问话是问什么？他说也差不多，都是你吃好了没哈，是不是啊？这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问话。那这样子是表达一点关心问候而已。有的时候还是习惯性的，问完人家你就已经去跟别人讲话了，根本没听人家回答，对不对？但是神问问题的时候，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针见血的问题。神问的问题里面充满了意义，要让我们去面对，在这个问题里面去面对我的自我。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认真回答神的问题的话，神的每一个问题里面都是救恩，神每一个问题里面可能是校正啊，让我们归正啊；神的问题里面可能是提升，让我们从肤浅的、今生的、眼前的被提升起来。所以这几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可是每一个问题都很关键。好，所以我不见得都能照我的讲义讲，我会把讲义的 PDF 发给张牧师，所以你们就专心听就好了哈。你放我 PowerPoint 也可能很辛苦哈，没有关系啊，能够放多少就放多少。那圣经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在旧约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问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所以我认为人类的第一个福音聚会其实是在伊甸园发生的。那天的讲员是神，题目叫做 Where are you？ 这是伊甸园就发生的故事。我想圣经大家都很熟哈，神告诉他园子当中有2棵树，生命树分别善恶树，这2棵树，神只叫他吃生命树，不叫他吃分别善恶树。而且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么大的一个很严肃的警告、提醒、命令之下，人类还是照样犯罪。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滑跌跟得罪神。以前我跟同学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说神为什么这么小气？吃个苹果有什么啊？这个为什么就让人类不光亚当夏娃要面对死亡，而且这个罪就一路传下来？他们觉得不太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哈。我跟他说，如果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从台湾来到美国看我这么久没见了，我平常舍不得吃海鲜，我那天带他到海鲜店去。跟他说：“哎呀，老王你来了，我带你去旧金山最好的海鲜店，你要吃什么随便你挑。但是最近报纸正在报说，螺片不要吃啊，这个是举例而已哈，我没有要去让人家卖不了螺片，我这只是举例来说哈。我说报纸上说最近的螺片有寄生虫，不要吃，吃了以后在你里面可能会带来问题。我说其他的随便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讲这句话是多大的爱，因为我平常根本舍不得去海鲜店吃的，我居然让他可以随便挑龙虾，挑什么全部摆在他面前让他挑。没想到他看完菜单以后点的第一个菜就是螺片，你会作何感想？这个里面不是吃不吃个苹果的问题，而是那个信任的问题。那个在爱里面能不能体会，我提供所有的都可以吃，跟我告诉你什么不可以吃，全都是出于爱。但是人类却在这个点上，第一件事情就得罪神。今天伊甸园发生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人这样子的得罪了神之后，神还是来寻找世上的人。当人犯了罪以后，第一件事情的反应就是躲避神的面。当他从前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是心里很欢喜的。
可是当人犯罪，人活在自我的时候，当人不照着神的心意活着的时候，其实它里面跟神之间就产生间隔。那这个间隔对犯罪的人来说，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那么在乎，因为很多人今天犯罪照样过活，对不对？因为可以享受罪中之乐，但是他的结局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神公义的神，爱我们的神，他实在知道，当人跟神之间出问题的时候，他的人生或是他现在生活的境界跟价值，那都是没得比的事情。所以现在后现代，特别后现代，你要对年轻人讲到罪的问题，大家都不喜欢听，大家都不喜欢听。但是只有真正的爱，让我们愿意去 confront 教会里面这些的问题。因为当你在包容，当你在妥协，当你在任凭的时候，犯罪的结果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不是光只是一个 misbehavior 哈，它不是只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啊，或是犯个错，它带来的结果是跟神之间交通的断绝。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当人跟神中间出问题的时候，人整个人生都会出问题。所以有一年我跟于师母到南半球一个国家去，我就不讲在哪个城市。我们培灵会玩的时候，那教牧同工们跟我们一起吃饭，在吃饭的里面有个牧师就问我，他说：“你们为什么敢？”因为我跟于师母在那次的特会里面，我们特别讲到对付罪啊。那那次圣灵也特别工作，这些大概有将近300个，都是年轻学生的young professional， 然后读书的学生，一大堆人认罪悔改哈，甚至还有将近20个福音朋友，有15个决志了哈。那这些福音朋友站到台上流着泪认罪，我就记得一个披头的一个刚决志的。他说我堕落到一个地步，连我老爸都不敢得罪我，我一句话我听得不舒服，我可以当场打我老爸。他说我是一个悖逆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说今天的信息让我看见我真是个罪人，我回去要跟他认罪。所以那次在教牧同工交通的时候，就有人问我们，他说于牧师，你们为什么敢讲这个？我说为什么你们不敢讲？他说因为讲了他们就走。那种婚前同居的现象在那边非常普遍。他说讲了他们就离开教会，换一个教会。但是我们那次的聚会里面，这些同居的孩子们来跟我们讲，都是基督徒。他说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是这么得罪神。他说连我爸爸妈妈在国内的爸爸妈妈都说 It's okay， 你们在海外能够彼此照顾，而且又能够省钱。弟兄姊妹，我今天讲这些东西，我不是说我们道德多高，我们都是罪人，真的人都是罪人，人里面的罪性，我想也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这个世代被挑旺的、被刺激的这么厉害哈。以前是说要小心不要引狼入室，现在狼天天住在我们家，住在你的口袋的手机里面哈。所以孩子关在房间里面，豺狼虎豹都在，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啊。所以今天人类那个欲望、情欲，这种堕落是很容易被挑旺出来的。而我们如果不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讲了一大堆信耶稣、蒙福啊、成功神学啦、积极思想啊这些东西。你很容易就让人去轻看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要强调的还不是罪的问题，是罪造成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绝，罪造成了我这个人不能够真正的活在新造里面。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夫妻的问题、亲子的问题这个同工配搭的问题或者职场里面的问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要解决问题，但是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生命，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所以当我去跟同学啊、同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哎呀，宗教都是好的，特别我台湾出来的，台湾是多神论啊，什么都拜的啊。”我大学的同学他们因为我很早就出国了，我在台湾读了一下研究所，觉得学不到什么，我就跑到美国来读了。我不是骄傲，我的那一门国际贸易啊，我那时候大学读的是国际贸易啊，因为开刀被医生强迫的不准读。再继续读理工，叫我转到法商去。那在台湾最流行的就是国际贸易。哎呀，我读完以后就决定转行，我决定回到电脑来，不再读。但是我的同学都在国际贸易方面，那将近50年前，那台湾最吃香的系之一就是国际贸易系啊，所以他们都做生意做了很多。他们就跟我们说，他们中间最常流传的一个消息就是哪一个庙最灵，大家都跑到那去。他们彼此都会通知的，哎呀，这个庙现在灵，来，那这个再远同学都会跑去啊。那过一阵子不灵以后换一个庙，啊，是哪一个神很灵，现在大家一窝蜂跑过去，所以大家在这里追求的都是在这里想要去抓到一个东西，啊，让自己里面放心，让自己里面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今天对基督徒来说，哈。那我们认识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仇敌就一直要破坏我们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所以当我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哎呀，宗教都是好的啦，啊，这个劝人为善，给人寄托，啊，这对不对？”还很神气哈，那好像答案答对了。我说你原谅我说哈，我说你是外行人说外行话。他说为什么？他说宗教不是这样子吗？我说问题是基督教不是一般的宗教。我说我姑且称它为信仰好了，是在解决受造的人跟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我说整个基督教里面最关键的啊，当然我后来越来讲得越清楚，以前早期还讲不了这么清楚。我说整个基督教里面最关键的2个字啊。一个是关系，一个是生命。讲到如何恢复人跟伟大的神、受造者跟造物者，一个有罪的人跟圣洁的神之间的关系，该有的关系，爱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我这第2个讲生命。你们说基督教劝人为善，我说你真了解基督教，你就知道基督教是告诉人说你立志行善没用。你需要的不是教主，你需要的是救主。你需要的不是教条，你需要的是生命啊！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而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就是得到神儿子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啊！你们只是把它想成永生啊，就是西方世界长生不老的生命。我说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伟大、截然不同的生命，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好，所以我不知道你信主多少年哈，我们怎么去跟别人传福音？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介绍、去传，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基督徒最蒙恩的事情，是一个我们得着的基督，因信、因着认罪悔改、因着接受耶稣，我们得到了全新的生命，这叫重生。所以 Oswald Chambers。你去读他的书，他的《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他非常强调 born again。我们平常讲重生，认为是最基本的幼稚园的课。他讲到重生，他把这个境界讲得之高，所有的关键集中在到底你重生没有。在这个伟大的生命里面，你什么都有。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传福音上，我们不能够 compromise。弄成功神学，哎呀，你信耶稣，生意就会好啦，你就会，绿卡就会有啦。我以前上班的时候，还有一个同事，跟别人跟一个想生孩子生不出来的，他说信耶稣啊，你不仅会生孩子，而且会生男孩子。哎，我就巴不得有个洞让我钻到地底下去哈，怎么传福音传成这个样子呢？后来私底下去劝他说，传福音不能这样传。福音是耶稣，整个福音的中心内容都在讲耶稣。
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从神这么伟大的救恩临到我们有罪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在所有神问的问题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先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神太在乎了，神知道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就什么都出问题。我认识一位我读他很多书，我正好错过他哈，他是史百克弟兄啊。他曾经是 Nancy Nembry 的一个带领人，那尼托森弟兄也曾经尊他是他属灵的父亲一样，叫 Austin Sparks。他的信息、他的书对我的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因为在这个连结里面，所有仇敌的诡计、仇敌的作为都要失败。那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跟耶稣讲约翰福音15章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是异曲同工。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基督，离开了葡萄树，结局就是枯干，结局就是没有价值，丢到外面烧了啊，并不是讲到你会灭亡哈，因为我们相信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而是你这个人在主观的经历上，跟你整个人生的价值上，你都掉了。你失去了跟基督那种持续、活泼、真实的连结，所以我们里面得不到供应，会觉得枯干。你虽然还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服事，但是早晚你会 burn out， 因为这个连结被破坏。有的人破坏最明显的破坏就是罪。还有世界的贪爱等等啊，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仇敌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你就发现，神不仅仅把这两个这么大的救恩给我们，那这两个最大的事情，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直要去看守的，不要被仇敌来破坏的。圣经里面有好几条，你姑且叫它这个一个主线啊，就是从创世纪一直拉到启示录的，你读整卷圣经，你都可以读得到它。像属灵征战，从伊甸园就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之前，撒旦被丢到无底坑，后来丢到硫磺火湖。你知道属灵的征战，历世历代都在进行，对不对？啊，以色列百姓面对征战，教会时代面对征战，我们今天面对征战，属灵征战一直存在。那更清楚的一条线当然是讲基督啊，所以马丁路德恢复的时候，也在讲唯独基督啊，讲到唯独圣经、唯独基督。那我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的哥哥送了我大概七本巨册哈 ，A.B. Simpson 从基督的角度看圣经每一卷啊，所以你从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路可以读到启示录，你都可以读得出基督。同样的。得胜者的呼召当人失败的时候，神 take action， 就是神要得到，神要呼召一般合用的器皿起来，对那个局面有反应，被神得着，神使用他们来扭转局面。所以你从整个圣经里面，不仅看到属灵征战，你也看见神在使用器皿。所以有几个很重要的线，当然我现在没有空一一去讲是我们贯穿整本圣经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神是一个乐意与人同住的神。从伊甸园一直到启示录，新天新地降临，看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对不对？所以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很在乎人活在他为人所预备的伊甸园，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尤其生命树的果子。人可以在这里一直活着，一直享受神的同在。但是因着人的犯罪，必须离开。但是神先把人找回来。神在这里问的问题叫做你在哪里？所以你在历史上，在以色列的历史，在教会的历史，你还是可以看见神同在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或是神百姓复兴蒙福的一个不可少的因素。
所以你看他们在旷野到西乃山，神在出埃及记25章就告诉摩西说，要为我造圣所，我好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到出埃及记40章，当会幕盖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你这个摩西都没办法哈，这个进去。等到所罗门圣殿盖好的时候，也是说到神的荣光立刻充满圣殿，祭司没有办法站着尽职，你都读得出神那个迫不及待的心情终于有一班人照着我的心意给我造了居所。其实所罗门的祷告非常实在，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神居住，那怎么可能住在人的监狱呢？但是这就表达到那个神的爱，他样子的降卑，愿意住在我们中间。到了新约，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基督来，他又是把神的同在带来，而且他的名字不光叫耶稣，他叫以马内利，就是提醒我们，以马内利已经是一个不光是神的应许，这是一个在基督里永远该有的境界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他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这里用复数讲到教会是神的居所。到了6章15节，他说：“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我们里面，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你发现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一直降卑，一直降卑，一直降卑，来到人中间，甚至住在你我的中间。那更不要说到的新天新地他要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只是把历史的背景跟圣经这件事情的重要，先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陈述但是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神？这是关键。当神今天在问我们说：“你在哪里？”你会怎么回答？你稍微回想一下我们很典型的一天。你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中间有多少个 moment， 多少个时刻，你会跟主有交通？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当然你们中间都比较有一点年纪了我就不考你们了如果年轻人我就考了。你谈恋爱，你觉得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喜欢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你看这个刚结婚的师母就一直点头你活在爱里面，你就希望常常能够在一起，愿意花时间在一起。第二个特点就是 by all means， 你会尽可能的去取悦他，满足他，叫他快乐，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两个。那请问，这么伟大的神，甚至为我这样子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这样子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竟然住在我心中，成为我生命。面对这样子的一位神，那我对他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邀我到你家去做客，说：“哎呀，于弟兄、于牧师，你难得来芝加哥我请你在这边，我家住在湖边我这次看到你们湖这么漂亮，你们真幸福你在这边住2个礼拜，休息休息take a break。假装我真来了其实我真的没有这个时间。假如我真来了，这2个礼拜你都没有跟我讲话。”也不理我当然我想应该不是那么糟，你可能会说：“早饭都在那这个厕所在这，什么在这，然后你偶尔来一下。”我就会觉得我被忽略。我说：“你干嘛要邀我来？对不对？因为
这个就觉得是被应付的而已哈。当然，为了不打扰我，那是另外一件事哈。我们既然说他以我的心为他的居所，教会是神的居所。我们教会最近要盖大堂，叫伯特利 Bethel，The House of God， 都在强调这是神的居所。教会是神的居所，也是我们的家。我们今天很容易去强调教会是我的家，但是却忘记了教会最重要的是神的居所。如果不是神的居所，只是我的家，我是本末倒置了，对不对呀？反客为主了。这就是老底嘉的教会。他可以把教会的元首关在门外叩门，请求进来，他们在里面坐席吃喝快乐。今天很多的小组，很多的教会没有耶稣，照样可以聚会，照样可以享受吃喝快乐，享受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关怀。哎呀，我们谈这个谈那个啊，整个聚会没有耶稣的同在，照样聚会。其实这都是很明显的一些的问题。你久了下去以后，这个教会只是以人为中心、人本主义的教会，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教会。所以神非常非常在乎，到底我们对他在不在乎跟他之间的关系。我是很感恩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有长辈带领我，训练我们操练，借着信心亲近神，跟主交通，必须要有这第一手真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都是二手货，都是别人讲，哎呀，听到别人在那里做见证，听到教会讲道，听到看到一本书，或是看到什么我们感动，但是我们自己跟神缺少了那第一手的真实的新鲜的持续的关系。这让我基督徒的人生过得非常非常的有可能很可怜，有可能是很可惜，因为最重要的你没享受。将来去见到主的时候，没有人不爱耶稣；将来见到主的时候，没有人不会敬拜他，不会赞美他，因为信心变成眼见了。但是最可贵的就在于，我今天还在地上，我看不见他，但是我在信心里面，我能够与神同行。这件事情在神的心中太宝贵了，神非常非常在乎。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远远远远超过你任何地上人际关系。这是我们的挑战。第一个问题，你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忘了是今年年初是吧？因为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哈，大部分都是做 IT 的，那他们都很忙，其实谁不忙哈？现在有任何人跟我讲很忙，我说我决定相信你很忙，但是请你知道，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忙是这个世代的问题啊。所以千万不要让忙成为我们的借口，成为我们的障碍来亲近神啊！这是整个世代的挑战。然后你要如何靠着主的恩典去胜过这个世代的现象，而能够做个得胜者？不要拿忙来成为一个理由啊！虽然它是真的，每一个人都忙啊。你说忙，其实我也决定相信，我一点不输你，我也是忙得不得了，啊，传道人也都该忙，但是呢，我们不应该离开的源头在哪里忙，那容易 burn out 啊。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对的。我就跟年轻人挑战，我说，既然称他是主，既然相信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我们早晨起来，难道第一件事情不应该是先到至圣所去打个卡吗？
我说年轻人的话，他们比较容易明白哈，打卡啊，因为上班都要打卡嘛，对不对？你就算不是那种秘书类的啦，或是蓝领阶级需要真的去打卡，我们在那边自己当工程师的时候，也是随便你几点上班，你只要把东西做出来就好。但是你还是得到公司去打卡。只有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改成在家上班。在家上班，你还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打卡，哈，就是表示你还是尽了你的本分在做事情。那我说，我们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一整天很少想到他。所以我跟弟兄姊妹挑战，我说你早上起来花3分钟啊。到至圣所去，我是连看圣经都先不要看，啊，因为我们很习惯这种读经也是打卡，对不对？啊，早上睡眼惺忪起来，啊，今天要读以赛亚书第3章，啊，翻开来啪啪啪读完，路加福音第2章啪啪啪读完，啊，还有诗篇第几章啪啪啪读完，打个勾，今天做完了哈，啊，我们连灵修都是打卡的，啊，我说你能不能这些都先不要做，就直接。最简单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来朝见主。生命是从他来的，我今天还能够存留，是他把生命、把机会留给我。我今天都还没有过这一天，我的神已经在我面前过去了。我今天完全都还没有开始我人生的计划，我今天的计划。在神那里，他已经叫万事互相效力，为我预备好这一天会碰到的人、会发生的事、会面对的所有的局面。我怎能够就这样子开始我自己的一天？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正在神面前把神当神，这样子的爱他、在乎他、享受他的同在。我们每一天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里面知道，我是从神的手中接过。像耶利米的祷告，你的怜悯每个早晨都是新鲜的，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够用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花个3分钟，说：主，谢谢你又把新的一天给我。主啊，让我在忙碌中不忘掉你。让我也学会在忙碌中与主同行，让我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还是转眼来望你，相信万事都在互相效力，要叫我得益处。当我烦躁、我失败、我灰心的时候，提醒我，你的恩典永远够我用。你跟主有个3分钟简短的这种跟至高者的对话，啊，有一次我跟师母到瑞士去，他的 workshop 题目叫做“与至高者对话”。我说这个题目太棒了，他讲祷告，啊，那这个祷告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这是20多年前我在寻求说到底什么叫祷告的时候，主给我的感动啊，我就把它写下来。后来根本不用写了，因为这句话。它本身对我的祷告是一个很大的拯救跟提醒，也是很大的光照和责备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的祷告根本不在这个境界里面，啊，就是为很多的事情祷告，啊，或是很习惯性的、很老练的就做了一个祷告，但是并不是跟神之间在圣灵中的一种相会跟相交，一个 divine encounter and divine fellowship。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就把它当一件事。祷告会是几乎所有教会出席率最低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想来祷告，因为就把祷告当作一个事情，当作一个责任。但是如果祷告你真看见是人跟神的一种相会和相交，你真的会随时随地多方多处的祷告。所以保罗能够告诉我们啊，真的是要随时，对不对？随处多方的不住的祷告，因为祷告太蒙福了啊，你就不会去跟牧师问说，哎呀，这个吃宵夜要不要祷告啊？啊，牧师说3块钱以下不用了，3块钱以上要啊。现在涨价了，变成5块了。
还有人整袋米一起祷告，对不对哈？那不用每一顿饭都要祷告，主啊，这袋米我都先谢了哈。还有人把主祷文印出来贴在墙边，主今天太累了，你自己读哈。我们就把祷告当做一件事情来到神家，主席说：“哎，今天请某某弟兄替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他说：“哎呀，我没预备了，今天不是我了，是什么弟兄？你找错人了。”这祷告就变成一件事所以 making a prayer 就是我们常翻译的叫做做个祷告，跟你真的 talk to God， 这是两回事。我当传道人，在教会牧会这么多年，为饼杯祝谢。很老练的、很熟悉的，就能够为饼杯有个祝谢。有的时候祝谢完坐下去的时候，我说我都自己打我自己腿一下。好，你刚才在祷告什么？完全不是那种心灵诚实里面那么真心的对主发表的感恩、发表的感谢。如果我们是真来真的话，你很容易在你个人的祷告里面一呼喊主，你就好像遇见主的同在。你很容易进入祷告该有的境界，你很容易感动的流泪，你很容易被圣灵触摸。但是今天这都是仇敌一直在我们身上想要破坏的事情。他从伊甸园就开始破坏，神从伊甸园里面就不放过我们，就来寻找我们。所以神问的第一个问题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这个问题到今天，我相信圣灵还在问。所以我鼓励他们早晨起来花3分钟打卡。我并不是说灵修只要3分钟哈，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了哈。你自己在3分钟全神的、用心的去亲近神，去碰着主，你自然会加长你的时间，你自然会调整你的优先顺序。你觉得孩子再慢个10分钟起床没关系你以后会可能更早一点起床，因为你希望有更好的 quality time， 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享受主的同在。同样的睡觉前一样，花个3分钟到主面前，把你今天走过一遍，让圣灵带领你走过一遍。到底我今天什么地方得罪神？我什么地方不该有的思想？我什么时候看到人有不该有的念头？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让圣灵帮我走过一遍，该认罪的就跟求主赦免，然后更新奉献，你的第2天就会更少重蹈覆辙。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所以早上晚上都到至圣所，到至高者面前跟主面对面相处一下，其实灵命的增长是自然的事情。它而且应该是全面，大家都操练的话，应该是一起长的。但是很可惜，你就发现仇敌有这么多的方法来破坏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前一阵子教会这个 Passion Week 的时候，受难周，那我们教会推动21天禁食祷告那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都是来到美国才信主的，对禁食对这些从来都没有概念的所以他们以为禁食只是不吃饭，所以我们也有不同的文章不同的信息不同的教导提醒他们不光只是禁吃的东西包括我们精神的粮食就是你到底每天在接受什么东西，所以大家禁了很多这种 social media 的东西抖音是吧 ？TikTok， 那或是网络的一些不该看的东西。那就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就他们成立追求小组，大家彼此督促勉励，所以这点蛮可爱的，这是年轻人很可爱的地方。那他们会把他们经历的、突破的、体会的写出见证来。那有一个弟兄他很可爱，他说他从前他觉得天天忙得不得了，晚上都得大概1点多才能睡觉他就做不完的事情天天忙压力也很重。他说他开始操练这21天禁食他就决定不碰手机里面的这些东西除了 email 看看他这些抖音这些所有这些 social media 里面东西他通通不看，他去过禁食这也是禁食他说他才发现
哎呀，怎么搞得到了晚上8点钟就没事干了哈？他甚至8点钟可以睡觉了，他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他才晓得说，原来在他不知不觉里面有这么多的时间都被分占了，这叫做被蝗虫蚂蚱吞吃的时间。当我们在较忙的时候，你狠下心试着看，就算不是21天，你1个礼拜好了，或者你3天好了，你试试看。你完全不碰你的手机，不看这些抖音，不看这些东西，你看看你的时间是不是还真的忙成那个样子？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陪孩子讲讲话，可以陪你的配偶讲讲话，你可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可以有时间上课，你可以有时间读圣经，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很多该做的事情。今天仇敌是见缝插针，只要有时间他就抢去，只要有时间他就给你塞东西进来。所以每一个人都忙，所以 Richard Foster 说肤浅是这个时代的咒诅，讲得真好。今天大家都在叫忙，但是肤浅的满地都是，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深入的。东一点西一点，东碰一点西碰一点，很多东西你看完了。我孩子年轻的时候 ，IM 跟同学一天到晚那么多，我说你上个礼拜写了哪些东西，你记得几个？多少时间？都是被蝗虫蚂蚱吞吃了，但是说亲近神没有时间，花点时间安静到主的面前坐下来，跟主这样面对面的心对心的这种单独跟主的交通，现在已经在神儿女们中间开始失传。但是这是耶稣说的，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也是我们不该被夺去的，也是我们都应该不甘心被夺去的，就是与主面对面，跟神之间有真正朋友的情谊。不然我们在那里不是摇头摆尾的唱你是我知心的朋友唱得那么感动，但是生活里面除了碰到难处，很少会觉得主是知心的朋友。那这是在神心中都不甘心的就是孩子跟爸爸的关系是只有需要的时候才来叫你爸才来找你，其他时间视若未睹。你不觉得这种关系会让神的心非常非常的难过吗？所以路加福音15章。他用那位老父亲来形容了神的心a lonely God。我每次想到我们的神是一个 lonely God， 一个孤单的神，我心里面真的很心疼。他这么爱，全心爱这个西番雅书还说，他因着我们同在而欢心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哎呀，我说地上有谁这样子 care 我们？他那样子的默然爱我们当然我更喜欢英文的翻译他用他的爱来 silence 我们他用他的爱让我这个人安静下来。哎呀，我在那里烦躁、埋怨、哀哭、痛苦。中文翻他默然爱我，英文很多的翻译是他用他的爱使我安静下来。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爱，一个永远不肯放我的爱。永远同在的爱所以我今天就是照着我的负担讲，我完全已经跳出我的讲章你们回家自己去看那亲近神，照理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的神不仅让它成为可能，而且让它变得很容易。希伯来的作者讲到说，弟兄们这个基督已经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希伯来作者到第4章也说，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都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他已经做成。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不配去，那是对不起神，因为他已经用他儿子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今天不去，我们是对不起他。你千万不要说，我觉得我不配我谦卑，我不敢。那都是仇敌给我们的思想。
我反而在我犯罪、在我跌倒、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更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有的翻译叫做做应时的帮助 ，a timely 就是最及时的，我最需要的帮助，我都因着我来到宝座面前，我得到了。所以我很喜欢一个车牌哈，我有一次看到别人一个车牌，我后来自己做了一个哈，它叫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就是任何时候你可以180度的转向神，啊，我非常喜欢那句话，我放在我的车子后面。有一次一个大风雨的这个白天我开车，我发现后面有一个人一直跟踪我哈，啊，我弯来弯去他都跟，那我就开到我爸爸家里面巷子里面，他也跟，连我开到我爸爸家的 driveway 上，他也跟。大雨哎，我就摇下窗，我说你有什么事吗？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啊，一个美国太太摇下窗来，她说你那个牌子在哪里买的 ？I like it 。她说她很喜欢那个牌子，啊，我就跟她说你到 fair 里面现在都有人在做哈，这个啊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真的是任何时候。哦，你帮我打出来了，你好厉害啊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有人在网络上引用过我说，于牧师说，任何时候可以360度转向神。唉，我只好苦笑。我什么时候讲过360度？360度你转向神，马上又转回世界了，对不对？啊，那个猪洗干净了，又回到圈里面去了。转就转，好好转，转了以后就迈向主哈，不要再转回世界。任何时候。那这句话特别配合雅各书4章8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节圣经在我职场的12年里面，对我的帮助太大。所以在我的职场里面，2个很重要的功课，一个是我的大老板是天上的神，我地上的老板再严格、再凶、再怎么样子。再给压力，我都不从他手中接压力。我知道我的神是天上的神，所以我那10几年里面 ，Silicon Valley lay off 非常严重哈。80年到91年，那都是非常低落的时候，老板都威胁警告，同事常常就从周围就过2天就不见了，都被裁员掉了。但是我每天下午6点钟。下班时间到，我拿了包就走啊，因为我觉得在世界里面8个小时，这是公司的期望，我尽到本分，我就不加班，我就回去了，因为我觉得我在神面前向神负责，所以其实我工作里面每一个老板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我哈，我也跟他明说，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我不愿意加班。我说，除非公司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会愿意，不然的话，平常我照时间下班。所以我的老板对我非常信任，因为所有的交给我东西，我不仅做完，及时做完，也做得很合他们心意，所以我这个就不受影响。那第二个，在我里面的一个很大的要求，我12年来都是这样子，如果出了公司门，不想公司事。我出了公司门，我不把工作带回家的。回到家是我跟师母、跟孩子的事，回到家是我跟教会、跟神之间的事。所以当我全时间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跟同工们讲，我说我圣经所有所下的功夫，都是我在上班的时候下的功夫。我一面在职场，回到家每天晚上至少2、3个小时，师母对我非常好。他帮忙照顾好小孩，让我进房间能够好好的去读主的话，因为我那时候带着职业就已经开始在教会讲道了，所以他让我有很多的时间去进修，去看望，去预备信息。那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因为我里面知道我需要他，我也知道我如果离开主，我可以凭自己想打拼。想做出一点什么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如果没有神的祝福，
如果没有永恒的价值，如果不被神悦纳，我得到的又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些东西都帮助我在职场里面常常借着祷告到主面前去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现在那边的很多的同工，他们不是这个年轻人，我们大概有200个哈，他们很多都是在 IT 里面，也是很忙。所以当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提醒他们，一定要持定我们的元首，知道他是大老板，他是天上的神啊。你看约瑟，你看这个利希米啊，你看大卫王，这些都是身居重任的。天天忙得不得了，可是他们跟神的关系，那都是牢不可破的哈，能够跟神之间有很好的关系。同样的，我们在家里面养孩子，夫妻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正常健康的话，这是全家的祝福啊！因为神的悦纳、神的同在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去解决生命中的问题、碰到的问题。职场啊、健康啊、亲子啊、夫妻啊，各方面的问题，当然也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关键、最根基的这2个东西，一个是生命的问题，我明天早上讲；一个是跟神关系的问题。所以亲近神看起来很抽象，但是在基督里他已经做得很完全，而且很容易。我只要讲3个点哈，简单的。讲3个点，来亲近神。第一件事情是带着最单纯的信心，最单纯的信心产生的果效、产生的力量跟祝福，其实是更大的。我相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怎么成就。他说我亲近他，他就必与我们亲近。所以要享受神的同在，不是去感受神的同在，而是凭信心进入神的同在。当你真进入神同在的时候，神同在的感觉是会跟着有的，而不是要凭着感觉来进入神的同在。很多人说我感觉不到神同在啊，我祷告都还是一样，我祷告了老半天，我也不知道神在哪。这都是我们在凭感觉想入门，但是救恩是凭信心入门的。我不仅仅因信被称义。义人也是因信而生活 ，live by faith。所以神怎么说，我怎么信，我带着最简单的信心。好，所以我那时候下班回到家，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进房间去亲近主。我说很多的时候手才摸到书房的门把子，哎呀，已经感受到主已经在那里等着哈，那心里面的那种喜乐。那种渴慕，进到房间就跪下来跟主交通，跟主祷告，能够很倾心吐意的把我今天遭遇到的一些的压力啊、重担啊、伤害告诉他。同样的，我也可以把我对主的需要啊、对主的渴慕啊，或者我最近碰到的一些挑战碰到的打击、碰到的伤害，我也都可以在主面前。跟他交托，那借着这样子的交流交托，很多的重担就下去了很多的捆绑被释放了很多的情绪被他平复了，这都是在跟主面对面，而这个超过任何人能够给我们的。第二个，带着深的爱慕渴慕，带着爱，带着爱慕，带着渴慕去亲近神那神绝对不希望我们去他面前，真的像我说的，只是打卡。他希望我们是带着爱来亲近他所以当爸爸妈妈的，你孩子很小的时候，你一定很怀念他们小时候的样子你这个下了班回家，哎呀，他开门冲过来，哎 ，Daddy， 妈过来抱你，那样子亲你现在很多人回到家孤孤单单的进门，对不对然后回到家都去敲书房门，那他还不出来都躲在里面玩电玩跟朋友聊天已经别有所爱，已经被捆绑了那所以当你碰到一个孩子，碰到一个你所爱的，他带着渴慕，带着爱，愿意跟你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深的喜乐和享受所以当我们到神的面前告诉主说，主啊，我好渴慕你。
那你有人跟我说，他说于弟兄啊，我最近连对神的渴慕都掉了哈，我真的是冷淡到一个地步，我对神没有渴慕。我说你没有渴慕，总有需要吧？他想一想，点头。我说你就算没有渴慕，你总有需要。你这么多难处压着你，有没有需要？有。你最近不想爱主，没有渴慕，你需不需要主？他说需要。我说对，所以就算没有渴慕，有需要。所以不管带着很深的渴慕，或是很深的需要，来到主面前，主不会让我们空手回去的。以赛亚书30章他说：“耶和华等候要施恩，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神比我们更渴慕、更在乎这样子的相交。Song of Songs雅各书第2章呢，你讲到良人和佳偶啊，这个良人对佳偶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得见你的面貌，因为你的面貌秀美，你的声音柔和。”我不要引起家庭战争哈。你的另外一半有对你讲过这个话吗？对不起哈，那么欣赏他，面貌秀美，声音柔和。像我就很讨厌我的声音啊，我一直很讨厌我的声音。所以当我30多年前出来全时间传道主的时候，服侍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 video， 都是 audio， 都是 cassette tape 啊。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负责录制我的同工，讲完道以后，因为有很多主日学老师捞不到听，要给他们录制，让他们带回去。所以他录完以后，他就试着在那边播啊。那他常常房间门没关，我一定跑过去把门关掉。我说放小声一点啊，不要那么大声，我听到我就难过啊。所以我也不喜欢我的声音啊，更不要说我的长相了，长得瘤、肿的瘤、切的嘴巴都歪了，这个手术经过太多，所以长相、声音我都很讨厌。可是当我读到那个话的时候，我就感动得不得了。神爱慕我们，渴慕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你上一次去跟耶稣倾心吐意，跟神倾心吐意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上一次是一无所求的去见主，只为了亲近主而一无所求是什么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去找主，都是因为出了问题，孩子出问题，健康出问题。跟太太吵架，工作有压力，或是我这个礼拜要讲道，我这礼拜要带查经，我们都是有所要求的时候去找他，不是不可以，而是能不能除了这个，有一些真正就为了爱耶稣，真的就为了亲近他而去找他。我很敬佩的一个老弟兄，他也是被主接触了。他在80年的时候，中国开放了哈，他们是很早以前啊，我们是叫沦陷，你们叫解放嘛哈，那反正没有关系，大家的主里都能够了解。那就几十年没有见他妈了，所以80年开始了以后，他就有机会回去啊。那个时候的中国的情形跟现在那是不能比了哈。中国现在各方面的科技的进步、经济的这种市容各方面，那个美国望尘莫及。我觉得美国实在是差太远了。那个时候不是，所以回去的这些海外回来的人，回到家乡里面，荣归故里哈，然后都要摆宴席，请亲朋好友来吃，那都是家人的光荣。哎呀，海外回来的啊，请吃饭啊。所以他说他回去的时候。他也摆了宴席家里面那些从前的亲友都一起过来吃饭。他说在桌上，他看他妈根本无视于桌上的佳肴美食，两个眼睛就一直看着他。儿子终于回到他眼前，那个母亲的爱完全表达在他一直依依不舍地看着他的孩子。他好几次停下筷子说：“娘，吃点东西。”他妈应付的吃了2口，又放下来看着他。他说他心里面的震撼，就觉得母亲的爱20-30年没见，全心都在他身上。
他的最后一天晚上，他睡觉，第二天要走，那个窄窄的房间里面，他听到他妈妈轻声的走到他旁边看他。他说：“我不敢跟我妈讲话，因为我一讲话，他就知道他吵到我了，他就不敢再回来。所以他说我整个晚上就听着他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他说我就躺在床上，我一直流泪。啊，这个老弟兄那个时候已经快60岁了，他的妈80多岁。他说他整个晚上就觉得妈妈的爱全心都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在听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神。到底是孩子渴望见到爸妈，还是爸妈渴望见到孩子？那现在做年轻的父母，你更能够体会了。啊，孩子根本就想朋友或是手机，不要等18岁离家。小孩子只要手机交给他了，他已经开始离家了。他的那种关系 attachment 啊，这种亲密的关系都已经开始被别的东西取代。所以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太多东西取代。所以来到主面前，我说渴慕跟对主的需要，好像一个瓶子，它的盖子。我说我一个这个矿泉水的瓶子，空瓶子，我丢到太平洋，太平洋能不能充满它 ？Yes or no， 对不对？关键在于盖子盖的还是开的。盖子盖的，你丢进去，它绝对不会充满。太平洋那么大，没办法充满它。如果盖子是敞开来，不要说这个矿泉水的瓶子，你那个 container 那个器皿是美国这么大，丢下去它马上充满，因为神的爱无限无量，他巴不得充满我们。所以关键是在于我到主人面前，我对他到底有没有发自内心真正的爱，真正的需要。有的话，他不会让我们空手回去的。他要用他最新的爱、最真的爱、丰富的爱来充满我们。这是第二个。而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这个人思想太乱，而再加上仇敌的打岔跟搅扰，我们很不容易安静在主面前。你看电影，没有什么思想打岔你。你跟别人吃饭聊天没什么打岔你，你玩 video game 没什么打岔你，你一跪下去祷告，什么思想都来了。哎呀，账单没记，哎呀，还没有跟妈妈回电话，哎呀，如果什么这个突然有人造访，很多的事情打岔，就把你的这个时间切断。所以这个的操练，就是我刚才说的 anytime make a U-turn to God。当你在亲近神的时候，思想魂游向外，又跑出去了，赶快回来，啊，再用最简单的信心瞻仰。来到主的面前来瞻仰主，我觉得我们这样子3个很简单的东西啊，第一个是什么？还给我了，最单纯的信心。第二个，带着最深的爱慕啊，包括需要也可以。第三个，随时归回啊，就是操练自己归回。那我觉得我们这样子3个的操练，你每天试着花个几分钟操练，其实我相信我们跟神的关系会非常非常的突飞猛进，而且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很多方面都会不一样，因为你是与主同行，在神的同在中。好，我们来唱一条歌。好，这条歌这首诗歌听说你们好像不太会唱，但是刚刚也有人敬拜团队同工说他们会唱，所以我请他们来帮忙。我愿单属你，唱过的举手。好，不会唱你也很快就会唱啊。你帮我们起个弹第一句好了，我们就开始唱。好，我们带着渴慕来唱，试试看哈，跟着别人唱。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眼睛我完全属你，
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归你。哦，耶稣，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归你。我们请诗琴轻轻地帮我们伴奏，我们都低头。我们试着用最简单的信心，相信你现在就在神的面前，就在爱我们的主面前，因为他应许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以马内利早就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神的同在早就一直环绕我们，是我们忽略了他，是我们浪费了这些恩典，也是我们因着不信，因着仇敌的欺骗，让我们白白的吃了许多的苦，好像没有人可以了解，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同样的，如果我们陷在罪恶世界的捆绑中，其实也是不需要的，因为神的儿子来，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候告诉耶稣，主，我爱你，主，我需要你。主啊，不要让我不要再浪费这么宝贵的恩典和真理，让我能够常常用最简单的信心进到你的同在中，也让我在最简单最深的爱慕你，我享受你这最上好的爱情。哦，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你来充满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你为我们断开所有的锁链，为我们除去所有的重担和压力。你不让我们有任何人是怎么来怎么回去，都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你。不仅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也经历你的同在，也经历圣灵在这里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当你在这里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主，我们都回答说，主，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当我们在这里要对你说，主，你差遣我之前，主啊，你先来恢复我跟你之间该有的关系。你用圣洁的火洁净我，除去我的罪，除去那所有造成我和你中间有间隔的任何人事物，让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你，帕子几时就除去，让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着你的荣光，好像对着镜子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让我们因着这样子的亲近，我们的灵不断的经历自由与释放，也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子的亲近，能够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主啊，祝福我们。虽然今天是第一天的晚上，大家也许疲倦，也许还没进入状况，但是你让我们第一堂我们就登堂入室，我们都在至圣所与主相会，都在施恩座前与至高者之间能够面对面有对话。祝福我们未来几天的时间，保守我们。谢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真的。